大家好，你们有想过自己的终极梦想是什么吗？很多人会说财富自由，但是你真的知道财富自由是什么吗？是不是代表你可以买得起房子？比如说每个月支出$1000，然后你股票的利息每个月的被动收入是$1500，这样你就财富自由了吗？其实这并不代表你可以退休了。让我告诉你，退休和财富自由不同，而你的终极梦想又是什么呢？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梦想是拥有很多房子，让他们为你赚钱，那么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的影片。你可能会觉得成为大富翁很难，需要懂得创业、投资股票等技能，但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买房才是最简单的致富方法。而且我还要完全公开买房的终极秘诀。这些秘诀不仅可以帮助你实现梦想，还可以帮助你快速提升财务自由。如果你也想财富自由，就快来看看今天的影片吧。别让买房的第一步成为你达成梦想的障碍，因为我会告诉你如何轻松买到第一个房子。拥有第一间房子就像是开启了财富之门，你就可以像魔术师一样，不断的生出更多的房子，让财富源源不绝地涌进你的口袋。这就是我要与你分享的秘诀。现在就让我带你一起探索吧。对了，在影片开始前，容我说明一下，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你有兴趣，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好了，那么我们进入正题。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是不是应该直接全额付清房子的全部费用，而不是用贷款的方式？因为如果你选择贷款，你还需要付给银行额外的利息，看起来也会显得有些无能。如果你认同这个想法，那就太好了，因为这代表你还有很多潜力可以开发。你现在是一个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的人，我不是开玩笑啊！大家最近是不是听到很多关于某知名地产商要破产的资讯吗？这是不是让你更加觉得借钱啊、贷款啊什么的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呢？好端端的一家公司为什么要借钱呢？为什么要负债呢？对吧？富爸爸不是告诉我们要减少负债、增加资产吗？不，那是因为你没有读懂《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啊！什么意思呢？有的负债是好的，有的负债是坏的，你知道吗？好的负债可以让你借钱去投资，最终赚取丰厚的回报。比如我借了100万，赚回来1000万，那这个就是好的负债。而坏的负债就只是让你的钱消失无踪。比如你借钱来买车炫耀，那这个就是坏的负债。当然，如果你借钱去买车后能够赚回更多钱，那这个就是好的负债。可是报纸上总是报道着那些刷信用卡刷到爆，然后负债产生的故事，让人觉得负债就是邪恶的东西。但在我们富人的眼里，负债其实是让我们致富的工具，特别是银行提供的信用卡和房贷，他们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合作伙伴。所以，只要你能明智的使用它们，负债就能成为你的富有之路。在人生中，当你身无分文时，借钱可能是你实现财富梦想的唯一出路。很多人把钱存进银行，却不知道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这句话印证了大多数穷人存钱的命运，也不敢借钱。而富人呢？他们知道钱是必然要贬值的，所以他们喜欢贷款去投资赚更多的钱。富人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借银行低息的钱去赚更多的钱。而穷人呢？他们担心还不起贷款，担心每个月收入都拿去还房贷，生活品质大受影响，所以他们不敢贷款。但是要想买到第一套房子，你必须要跟富人一样学会借钱买房。就像有句很经典的话，富人开着宝马去银行借你骑着单车存进去的钱。你不要成为那个单车主，而是学会跟富人一起借钱，进入他们的世界，实现你的财富梦想。不过你心中总是有一些疑虑，比如说，如果买房后房价下跌怎么办？其实你不需要过度担忧，你自己去看一下全世界房价的趋势。就算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房价大跌，但过了几年很快就涨回来了。而且你买的不是股票，没有明显的操盘手，你买的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房子，你可以住在那里，也可以把它租出去。记着，别觉得自己比银行还要聪明，银行能借钱给你，其实就是跟你做生意，债主比你还要担心，对不对？但听到这里，你可能还是过不了一关，就是给银行赚了很多利息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你想借800万的房贷，你跟银行说我要用30年的时间还你，这是不是很无赖？你去试试跟你的朋友借1万块，然后说要用30年的时间还他，他是不是要揍你，对不对？但这生意银行居然接受，
银行说 OK 啊，我们就以市场利率来算，现在最低的利率都升息到 2% 左右了。那你在30年的时间内要支付的利息大概是265万，意思就是说你借800万，你要还他大概1065万的本金加利息。你内心是不是在想，这银行也太坑人了吧？所以很多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买房一定要全款买，不能让银行赚我的钱，我的钱来的可太不容易了。但你有思考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你会持有一家房子30年吗？不管你是房产投资者还是自住者，你中间都可能在从小房换大房。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买了房以后，没过几年就卖了，用不着还30年啊。你去看一下你那地方5年房价涨了多少？你1000万的房子变成1500万，你卖不卖？就算没有这么夸张，按照最保守每年10%来算，5年你最少赚500万，你这5年利息也就10几万左右，那你还怕什么？还是那句话，你不信你就自己认真去看一下房价走势图，你去看一下身边买房的人，现在谁不是横着走？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借钱要还30年，但数据告诉我们，我们平均也还5年左右。不过有一个基本常识你必须要懂的，你还钱的时间越短，利息肯定是越少的。所以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选贷款时间的时候啊，你会想着贷款那么多，到老了都还在还贷款，你会受不了。95% 以上被学校教育过的人都想着如何尽快的还清负债嘛，是不是？你肯定想着一有钱的时候就早点把银行的贷款还掉，省得我背一个债好像背在身上压力很大。我还是强调一点，负债是有分好坏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对于选择10年期和30年期到底哪个划算的问题。为什么说各有各的选择呢？因为选择10年期你会少付出利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优点。但你思考过这个提早还钱的代价吗？就是你把这个还款的能力给提前占用了，因为你等于把你每个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提前透支了。也就是说，你透支了你未来的收入。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你借了100万，你分10年去还，你每个月还2万好了。10年后虽然你还了240万，但你一个月只需要给2万啊。但如果你直接说我1年就能还清这笔贷款，那虽然你一共只还了120万，里面的20万是利息，但你每个月就要还10万，这样你听懂了吗？这样你买下一间房子的能力就会往后延。如果你每个月有能力还10万的话，你有财商思维的话，你会有能力多变出一间房子。所以如果你选择在30年内的时间去还钱呢，你虽然付出的利息比较多，但是它降低了你的还款压力。而这个时候，假使你有买第2间房的计划，或者你有买其他物品的计划，比如说车子或者别的，能力就会增强，你就能提前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而在我的眼中，最佳的贷款期限不是30年，应该是50年，甚至是80年。多付一些利息，尽可能的延长贷款期限是明智的选择。第一个，房子会越来越值钱；第二个，租金越来越高；第三个，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占用你月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钱永远是越来越不值钱的。你不用怕钱之后会很值钱，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货币战争的影片。你要记住，借钱要付利息没错，但不借的人其实蛮笨的。现在年轻人说买不起房，对啊，几百万几千万的房，你不借钱怎么买？全额买房，你没有富爸爸，你当然买不起，看不到希望。所以呢，我今天就要站出来，没人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你真正要付的利息，实际上根本没有人真正付完。贷款买房其实就是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买房根本不必马上花很多钱，所以我们高手是怎么投资的？举个例子，你1000万只能全款买一间房子，对不对？我1000万就可以买5间，每间房子投200，剩下800都是跟银行借的，这样我就可以把资金分开投资，贷款买房出租，然后以租养贷，然后再投资，这样不但资金使用会灵活一些。如果我每间1000万的房子都涨了100万，那我有5间我就赚了500万，而你只有1间，你只能赚100万，对不对？这个就是杠杆啊。就是你觉得贷款越多越好呢，还是越少好呢？众所周知，同样200万，30年前能够全款买一间房，现在可能只能买个厕所了。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全世界高通胀、低利率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你眼下借的钱，在几年以后还的时候就不是那个价值了，金额还是那个金额，但实际的价值就不是那个价值了。听得懂吗？你30年前用200块买了一头牛，那现在你拿200块，你只能买1块肉。你同样是200块钱，但是你获得的价值、获得的物品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你跟银行贷款的钱等于就是赚到了，因为那个200块钱其实它会贬值的，但是你200块钱就能买到那头牛的增值。我们投资者、创业家都是透过不断的借钱去放大我们的资产，所以我们才能很年轻的时候买到我们喜欢的车子、房子等等。但这个前提是你得要先提升你的财商思维，对吧？同样都是买房子，同样都是投资，有人赚钱，有人却赔钱，就是看你有没有财商啊。如果你想提升你的财商思维，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走进我们的财商商学院。我会永久的尽我的能力，手把手的把你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因为我当初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这些我的财商商学院会详细的带你，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的描述栏连结加入。然后现在加入还可以进入我们的 FB 富人群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交流资源啊，就是一个富人朋友圈的概念。以前我自己出去应酬，去一些公开场合认识人都要递名片，现在你不用了，里面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那这些就是我们的人脉，也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那接下来就是这部影片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就是如何利用第一间房子生出和变出之后的无限间房子呢？首先，我们国人平均的家庭每7年到10年会买第二间房，这个时间呢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我可能要再过2年，我的头期款都还没有存够，或者说我的资金好像还没有那么充裕，买了以后我会不会压力太大？那么呢，会发现大家存钱的速度呢，永远就跟不上这个房价上涨的速度，这会让你觉得压力更大，所以这个时间呢就一直持续的往后拖。但其实如果你用了我这个方法，你就能够在1年之内买到第二间房子。那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增贷。当你想拥有多套房产，但手上现金不足时，如果你有财商思维的话，那就进行增贷。这是一种利用现有房产增值的方式来增加你的贷款额度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不用卖掉你手中的房产，就能够买下更多的房产，并把其中一间出租。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让你既有自己的住所，又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举个例子，就比如你3年前买了一间房子，那时候是1000万买的，那么假设它现在已经增值到了1300万，那这3年你还了不少钱，你现在只欠800万的贷款，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转增贷了。什么意思呢？你去跟另外一家银行借钱，用你现在这套升值到1300万的房子去做抵押，你去抵押借的500万的70%出来，也就是350万，那你现在是欠2家银行钱，对不对？好，然后把你之前首次买房欠银行的那100万还清了，所以你现在只欠一家银行350万。这350万你拿100万去还之前的房贷，这就等于你剩下250万的资金可以使用，对不对？然后这250万就差不多够你另一家房子的头期款了。当然这个房子肯定小一点，简单来说就是你以前的房子升值了，但你没有卖，你拿去再增贷，贷回来的钱拿一部分去还清之前的房贷，剩下的拿去付另一家房子的首付。这样听得懂吗？你听懂了，你就会发现整个一房生出一房的过程是非常轻松的。你不需要一直等到光凭自己存够钱，存到所有头期款，因为这个时间你永远是追不上的。因为你薪资在涨的时候，房价也在涨。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那这里面需要克服的就只有心理障碍，就是说房子涨了，你不一定要即时拿去卖，这个房子增值的部分你可以拿去增贷，然后达到一个资源配置的最佳化选择。也许你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会不会欠银行很多钱？可是我告诉你，在我身边的所有有钱朋友，凭自己的能力存够第二间房子头期款的人也不到1/10。大部分的人买第二间房子都是从第一间房子的涨价部分来增贷买第二间的。很多人也会担心说，那我这样子每月房贷还款压力会不会很大？这是很多买第一间房子的人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特别好玩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从你买第二间房子开始，你就可以开始收租了，而租金呢，至少可以抵1半以上的房贷。
这个时候呢，你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少。然而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人跟你说，那么你就会一直困在哎呀，买第二间房子压力好大，以后会牺牲生活品质啊。这是因为你没有充分利用你已经拥有那一间房子的关系，这是拥有财商思维的人操作方式之一。那如果是一般的自住者呢？自住者是因为刚需才去换另外一间房子的，比如说你以前买的房子比较小，现在在家里添了小朋友了，有更大的空间需求，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换更大的房子。这就是自住者认为买的第二间房，用原本那间小房子卖掉的钱作为第二间房的头期款。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的头期款来源和房贷压力都会变小。但在我们投资者看来，你还是只有一间房。虽然说你的房子面积变大了，也许你面积增加了 30%， 也许面积增加了 60%， 家庭住得更宽裕了，空间更大了，多了一个房间或者多了2个房间，那家人生活也更舒服了。那这样子去换房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毕竟你赚钱了嘛。大富翁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啊，几栋绿色的房子换一栋红色的房子，对不对？这样的做法也是没有问题的。房地产市场你能买到，其实就很容易赚到钱。自住者换房的时候，其实主要考虑的点呢，就是自己家人的生活舒适、交通方便，特别是小孩子的学区这些问题。考虑的点呢，包括位置、机能、交通、医疗、学校，这些都是必备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点。那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我本来住的是市中心比较老旧的公寓，我现在为了换大房子，我就一下子换了比较远离市区有电梯的新大楼，或者说郊区比较偏远的别墅。其实我是不建议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见过很多朋友这么做很容易后悔。他们后悔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只考虑到了居住的舒适性，所以他们把老旧公寓一下子换成了电梯大楼或者是别墅。虽然生活品质提升上来了，可是呢，当他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忽略了学区就学的问题。等他们真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哇，为了孩子我不得不牺牲更多的生活舒适性，所以他又得卖掉电梯大楼，换到市中心来寻找一个好的学区。那这个时候就有点瞎了。所以呢，我们在考虑换房的时候，你一定要全面，不只考虑我们未来1-2年的需求，最好能考虑到未来孩子上学的需求。因为大多数家庭可能一辈子就只换一次房，因为他们想的就是以小换大，这样做也行，但比较慢，你很难累积到很多的房子。当然，以上的技巧都是房地产市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操作的方法。如果你问房价将来下跌怎么办，我告诉你，房价是会波动不错，但如果你说要暴跌，那么我想你什么投资都不用做了，就乖乖上班领薪水，一辈子帮别人打工会比较适合。我想说的就是，就算暴跌，房子还是可以出租，还是可以自住，这里的风险顶多就是你还不了贷款。那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得继续提升自己啊，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啊，持续的吸收财商的思维。当你思维提升了，那你的收入很难不提升啊，真的是这样的。当然你想快一点，想学习创业，你可以走进我们的财商商学院，这里面会讲述很多赚钱的思维与技巧。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在你还没有提升财商思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贸然的进场，否则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